娘，不能卖呀，卖给黄员外，不是存心让咱家全宝去死吗？求求您放过全宝吧！给我起开！全宝本来就是个傻子，如今黄员外愿意以200克1斤的价格买了他，是他的福分，我这都是为了他好。老二老三拉住你嫂子！大嫂，咱家养了这小扫把星那么久，如今遇到困难了，就该他挺身而出，帮咱家渡过难关才是。再说了，把他卖了是让他去享福。娘，不能拖了，再拖黄员外该找别人了。是，不能让黄员外反悔了。老二，抱上孩子，我们走。娘，不要，咱们老苏家可就这一个女娃啊，儿媳求您别伤害全宝，要卖就卖我吧，把我卖去窑子都成，求您了。这种时候，家家户户都在卖儿卖女，别人家卖的，我们家怎就卖不得？全宝是个傻子，如今有人要就不错了，不卖他卖谁？武士，你若再敢阻挠，小心我让老大把你休了。花女子，放开我妹妹！苏青云趁着大人们不注意，抓着邹翠兰的手狠狠一拧，邹翠兰脑袋狠狠砸在地上，小全宝被血糊掉的眼中突然闪烁了一抹紫光。咦，这里是哪啊？呼呼，头好痛，到底谁断的？我可是天地88无一的女哦，如今居然被人打了。小畜生，敢咬我，老娘连你一起卖！大哥哥，妹妹，我已经让人去找我阿爹了，他很快就回来，阿爹不会让你们卖掉妹妹的。还有二婶，你打晕大哥哥的仗。你阿爹，我呸！不过是咱们老苏家捡来养的可怜虫，要不是老苏家，他现在还不知道死哪里去了。你叫他回来，我倒要看看他敢不敢忤逆长辈的意思。娘，您说是吧？没错，当年要不是我，老大苏毅早就死了，哪还有他娶妻生子的份儿？苏老太年轻时候生不出孩子，恰巧在路边捡到苏毅，就捡回来养了。之后自己能怀上孩子了，也没有断掉苏毅那口饭。娘，黄员外家可是定了吉时的，咱得尽快将货送过去。说得对，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你们看着点。苏清扬这小兔崽子和武士敢妄动的话，就给我打，打到他们乖巧听话为止。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，全宝是活生生的一条人命，是你的孙女啊！苏邹氏，你怎么能为了200斤糙米就要把她杀了？苏邹氏，你要是敢伤害全宝，会遭报应的。这八字硬的傻子，早该死了。让他活着，得浪费家里多少粮食？苏老太不想夜长梦多，手握紧全宝的脖子，可正要发力的时候，却发现手里的奶娃娃睁开了眼睛。老奶奶想掐死我，是要付出代价的哦！突然一道惊雷直接落在苏老太的头顶上，轰隆一声，将苏老太炸成了一块飞炭，劈得飞出了半丈远。一张嘴吐出来的只有一口烧气。我这具凡人身体还是太弱了，招来的鬼水神来居然只有头发丝大小。没能把这坏奶奶劈死。几天前还是刚满3岁半的小宝宝，天地88还丢下凡间力竭了。算了，劈不死这群坏人就劈不死吧，来日方长。全宝动用鬼水神雷，只感觉身体被抽空了似的，软绵绵的睡了过去。救命啊！武士的诅咒生效了，苏州是被雷劈了。遭报应，这就是遭报应。他们家要拿全宝换粮食的事儿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。以后咱们要离老苏家远一点。老三老四，把那死丫头抢过来，弄死送去给黄员外。拿到200斤糙米，咱们3兄弟每人50斤，剩下的50斤拿去换钱买肉吃。这时，苏家的大门直接被人踹开了。苏一回来了。苏一平日里最疼这闺女，绝不会眼睁睁看着全宝被卖掉。没事吧？一哥，我没事儿，快去看看咱家全宝，他被邹翠兰和咱娘掐了脖子。闺女只是睡着了，没事，别担心，一切有我绝不会让人欺负你和孩子们。你瞪什么瞪？想打人啊？这些年你们夫妻俩为了治这傻子的痴呆，花了多少银子，自己没点数吗？如今老太太被武士诅咒的遭雷劈了，你不去看老太太，反倒在这儿对我们逞凶，我呸！就是娘都被武士和你这扫把星女儿害成什么样了？大哥，你咋有脸瞪咱们？换我早修得找地缝钻进去了。全宝刚出生的时候，我把前些年打猎挣的钱都给你们了，你们答应好好的把全宝留下来养，怎么都忘了？另外这些年给全宝治病的钱，一是我上山打猎挣的，二是映雪做绣品赚的，与你们何干？你和武映雪是这个家的一份子，赚的钱都该进宫中，大家一起花，分什么你的我的。总之就一句话，要么你把傻子交给我们，要么你们全部滚出老苏家，连族谱都不能留，自己选吧。他笃定苏毅不敢脱离苏家，一旦脱离，苏毅全家可就是黑户了。为了个傻子，值得吗？有脑子的人都知道这笔账该怎么算。既如此，那就断亲吧，断得一干二净，从此之后不要再有任何关系。你这不孝的东西，娘还没死呢，你就惦记着分家。哎呀娘，您快起来看看呀，这一窝野种翅膀硬了，咒您死呢。各位父老乡亲，族兄亲长，我不同意卖儿卖女，与家中发生了争执分歧，即日起脱离苏家，与苏家再无干系，我们净身出户。至于老太太，我喊了她几十年的娘，之后该尽的孝道绝不会少。一根儿，当真要为了一点小事闹到如此地步？要卖我的女儿，这叫小事，那我当真不是什么才是大事了。村长，我还得带妻儿去找地方安置。告辞，以后我不是你们大哥了，好自为之吧。
若再敢惹到我们家头上，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。苏毅带着妻儿迈出了苏家的大门。一哥，我们之后该怎么办啊？先找地方落脚吧。教我打猎的师傅窝舞女去世前给我留了一个房子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也不晓得他没他。离村子是远了些。映雪，跟着我，委屈你了。嫁给你是我此生最幸福的事，一哥。苏毅带着妻儿去了老房子那边。杨儿，在家看着你大哥哥和三妹妹，别太累了，我出去一趟。一哥，你去呢？借粮。断亲分家，净身出户，灾荒之年，粮比黄金贵，谁肯借粮？元宝睁开眼眸，就看见苏清扬啃手的样子。二姑姑，你是不是很饿啊？再饿也不过以吃自己哦。妹妹，你醒了，二哥哥在这里，不怕哦。饿不饿？阿爹去找粮食了，很快咱们就有东西吃了哦。二姑姑，我不饿的。妹妹，你不傻了？是的，二姑姑，我不傻了哦。坏人把我推到地上，咣当一下，我就不傻了。二姑姑，谢谢你和大姑姑保护我。阿娘，妹妹不傻了，您快来呀！正擦着桌子的武映雪听了这话，赶紧朝孩子休息的地方跑过来。全宝，你醒了，快让阿娘看看。阿娘，二姑姑没说错的，我不傻了。好，咱们家总算有一件好事了。要是你阿爹知晓，一定会很高兴。娘的好女儿不傻了。杨儿，快去找些水回来给你妹妹喝。全宝乖，阿爹很快就把粮食带回来了。晚上阿娘给你煮粥喝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阿娘，谢谢二姑姑。全宝等武映雪不注意自己的时候，把手指塞进昏迷的苏青云的嘴里，心中默念，引出了一缕灵泉。它本体是鸿蒙灵泉，可以引出富含灵气的泉水，活死人肉白骨不在话下。大哥哥喝了灵泉水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大姑姑放心，欺负了阿爹阿娘，欺负了你和二姑姑的坏人，全宝一个都不会放过的。全宝会替你们报仇的，哼哼。全宝溜出家门，跑到隐蔽的屋后。全宝思虑再三，总算在空间里找到了这个东西。糙米、红面、剑、蟠桃。阿娘和大哥哥、二哥哥都有了坏血病的前兆。天界的医生阿姨说了，坏血病要多吃青菜，多吃水果。阿娘，你快看呀，有人往我们家门口放东西喽！全宝，这东西是哪来的？你阿爹回来了？阿爹没有回来哦。阿娘，会不会是好心人见我们被坏人欺负，特地帮助咱们的呀？好心人。大灾面前，人比鬼可怕，哪来这么多好心人？我们先把东西拿进来，等你阿爹回来再说吧。万一是别人不小心遗落在门口的，找回来却发现被他们家吃了，可不好交代。阿娘，你要不要这么实诚呀？这是你闺女好不容易才凑起来的粮食了，没有毒，可以吃的。苏毅披星戴月而归，两手空空，只有一脸的愁容。一哥，怎么样？粮食借到了吗？苏金、苏银那两个混账，在我这里讨不到，就在村里撒泼，说谁敢把钱粮借给我们家，就是和他们老苏家作对，要闹的人不能安生。没事，一哥你不要失望。你看这是什么？映雪，这粮食哪来的？武映雪把全宝发现茶袋的事说了一遍。我担心有人找回来，没敢煮。哦，还有，一哥，咱家全宝因祸得福，不傻了。什么？真的？闺女，来，叫声爹，让爹听听。阿爹，全宝旺旺。好闺女，爹的好闺女。阿爹，全宝旺旺，二姑姑旺，娘亲旺，还有大姑姑肯定也旺了。不怕，很快就有东西吃了。映雪，把糙米煮了吧。可是，如果是不小心遗落的，为何会遗落在咱家门口？退1万不说，若真有人找回来，咱们吃多少，便算欠他多少，想办法百倍奉还就是。当务之急是让孩子们吃饱。全宝松了口气，想让家里人吃上一口热腾腾的饭，可真不容易。全宝感受到阿爹阿娘的伤心。阿爹阿娘，你们不要伤心哦，大姑姑只是睡着了，睡饱了，半夜就会起来的。是呀，一定会醒来的。我们家全宝都醒了，平日里最疼你的大哥哥没理由不醒。吃饭，吃完娘去山边看看有没有野菜，挖点回来，明天煮糙米野菜粥吃。吃过晚饭之后，苏清扬主动收了大家伙的碗，出去找地方洗涮。全宝想了想，和武映雪招呼一声，飞快追了上去。当对青蛙躺在干枯的草地上睡觉时，他的身体神奇的流出灵泉水，原本枯萎的复活生机，长出了嫩芽。苏清扬盯着草芽看了会儿，最后啥也没想明白。那二姑姑，小河小溪为什么没有水了？因为老天爷爷不下雨，小河小溪就没水，没有水就没有小鱼小虾，连地里的禾苗都不打碎了，然后我们就会饿肚子。原来二姑姑喜欢下雨天睡觉呀。放心哦，老天爷很快就会下雨的。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就是知道。二姑姑，雨来，给老娘雨来！东海龙王，东海龙王！看到妹妹这波操作，傻眼了。妹妹不会又傻了吧？天刚蒙蒙黑，苏家周翠兰和苏金费了老鼻子力气，才把黄员外派来的人打发走。老二，这可咋办啊？黄员外的管家说了，
此时莫再不把全宝那小灾星送过去，就要让咱们的儿子给他们家那个短命陪葬。要不咱们咬咬牙，把瞒着娘收的200斤糙米还回去，可不能把咱儿子搭进去啊！你糊涂，吃进手里的粮食哪还有吐出去的道理？娘和老三老四都不知道咱们已经收了粮食的事儿，你别瞎嚷嚷，省得老三老四知道了，还得每人分50斤。我已经打听清楚大哥一家在哪里落脚了，等会我就过去，把那小灾星偷出来掐死，送去给黄员外。这行得通吗？万一被苏毅发现，非得打断你的腿不可。之前是有娘护着，现在娘被雷劈了。我先去看看找不找得到机会再说吧。说完，他做贼似的朝着老房子摸了过去，蹲在草丛里暗搓搓的等待机会。可机会没等来，却是被人拍了拍肩膀。我不是来偷全宝的。苏二叔叔，您在这里干什么呀？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有小偷呢。眼前瘦弱的女孩叫陈小平，去年陈大山饿惨了，去抢人粮食闹出命案被砍了头，只剩下陈小平和一个瞎眼的奶奶相依为命。苏金似的瘦的跟鸡仔似的陈小平，心中忽地涌出一个想法：送去黄员外家的孩子，不一定非得是全宝。没什么，你苏大伯伯搬到这儿了，我来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。小平丫头，你咋在这？天都黑了，不用照顾你奶奶。奶奶眼睛不大好，这一片长着一种草，煮了水给奶奶敷眼睛很有好处。晚上天不热，我就出来摘点。二叔您忙，我走了。哎呦，小平丫头，你等等。苏金下定决心了，与其冒险偷全宝被苏毅打断腿，不如退而求其次，来个偷梁换柱。反正陈小平家只剩一个瞎眼老太太了，便是丢了孩子，凭一个瞎眼老太太还能翻起浪来不成？苏二叔叔咋了？我好像崴着脚了，你能扶我走一段吗？我也是来摘那种草的，最近我这眼睛啊，看东西蒙糊糊的，不清楚。好，那咱们走吧。可没想到刚走了一段路，突然后面双手套在了他的脖子上，并且瞬间勒紧。苏二叔叔，您干什么呀？求您别这样，放了我。小平丫头，别怪叔，要怪就怪你没爹没娘，只剩个瞎眼奶奶无人撑腰。你放心，二叔以后清明忌日都会给你烧纸的。苏金不想听到小丫头的哭声，用尽吃奶的劲儿，迅速把陈小平勒死，扛在肩上，飞快去了黄员外家。第二天就听到了敲门声，很着急的呀。村长爷爷，早上好啊！你有什么事情吗？全宝，你阿爹阿娘呢？在家吗？在的呀，怎么了吗？村长叔，大清早有何事？大师，你昨晚见到小平了吗？小平，我怎么会见过小平丫头？村长叔，咋发生什么事了？小平丫头不见了，平时她都是到这边来摘草药回家，给她奶奶熬水敷眼睛的，可昨晚出来就没回去。我寻思着你们家搬来这边了，有没有见过她？村老婆子就这一个孙女相依为命，要是小平丫头走丢了，留下她一个瞎眼婆子该怎么活啊？村长叔，您先别急，我今日正要进山打猎，顺便找找小平丫头，没准她是晚上摘草药迷了路也说不定。凡事要往好处想。哎，如此就辛苦你了。村长忙不迭的应声去了下一户人家打听。苏毅把事情跟武映雪说了一遍，拿着木弓和木剑直接上了山，一边打猎一边寻找陈小平的踪迹。阿娘，以前小平姐姐见完了，还把自己的饼饼分了一半给我，是少数的对我好的人。别担心，你阿爹已经进山找了，没准你小平姐姐只是在山里迷了路。小平姐姐一定会没事的。对了，阿娘，待会我能和哥哥出去玩吗？他不去乡里，他怎么名正言顺的改善家里的生活呢？况且还得想法子让老天爷下雨。对，阿娘，我想和妹妹出去玩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是想上山找吃的。武映雪本不想答应，可待会她要出门挖野菜，把孩子们独自放在家里，还不知道会出啥事，于是松口了。不准带妹妹去深山，只能在山外边玩，早点回来。好的。头上缠着一块因血破布的苏青云连忙作保。阿娘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弟弟妹妹的。三兄妹吃过饭后，能背上竹筐，扎进了山里。旱灾饥荒数年，除了盛传有猛兽的深山无人敢去，山外围的果子野菜全都被摘光了，连大部分的树皮当场啃了。妹妹，这个树皮可以吃，咱们拿回家熬汤喝。皮递给全宝，一脸期待的让他尝尝。好苦。我忘记了，要煮汤加点盐巴才好吃。煮汤也不好吃，外姑姑坏，骗人。对，全宝你现在知道了吧？还是大哥哥好，从不骗你。大哥哥知道哪里有鸟蛋，这就掏了煮给你吃。大哥哥可不像你二哥哥，只懂得包树。好，大姑姑，咱们去掏鸟蛋，吃香香。不一会儿就爬到了树的顶端，突然树底下草丛中动了。二姑姑，好像有东西朝咱们跑过来了。该不会是大虫吧？大哥哥，有大虫。二姑姑，你想让我操碎心呀？这里是山外围，哪里来的大虫？大虫一般都躲在深山老林里面的好不好？全宝的话音刚落，突然一只野鸡从灌木里钻了出来，翅膀上血乎乎的，受伤了。二姑姑，是野鸡。全宝正愁不知道怎么改善家里的情况呢，小野鸡自己送上门来了。苏清扬朝野鸡扑过去。妹妹，我抓住了，是野鸡。二姑姑好厉害，咱们家今晚有肉吃啦。大哥，这野鸡是受伤跑出来的，不会是别人的猎物吧？咱们就这样带走的话，
会不会有点不合适？咱们快拿回去，让阿娘煮了吃掉吧。苏青云看了这野鸡翅膀的伤口，分明是野兽的咬合。不好，这是野兽的猎物，它一定会追着野鸡出来。咱们快点下山，被饿极了的野兽逮住，我们3个谁也活不了。还没说完，突然望两个7岁8岁受到惊吓跳，一个扑3晕了过去。大锅锅味儿哪来的狗狗？竟然敢下晕我的大锅锅味锅锅！我要把你揍扁扁！你才是狗，你全家都是狗。小爷是狐仙。狐狸突然口吐人言，直接把奶兄的全宝吓到了。这是开了灵智的狐狸，好娃不跟狐狸斗。狐妖，呸呸呸！狐仙锅锅，你其实长得一点也不像小狗，是全宝有眼不识狐狸，给你道歉了。我和我锅锅们这就走，这就走。慢着，偷了本狐仙成婚用的聘鸡就想跑？聘鸡？什么鬼？这不是野鸡吗？还给你！还有，我和锅锅才没有偷鸡呢，是野鸡自己撞上来的，全宝才不喜欢吃，哼！红狐狸薄不留情地踹开野鸡。本来我挑中的聘鸡是活生生的，现在被你弄得奄奄一息，肯定活不到本狐仙成婚当天了。你说这该怎么办？本狐仙的婚礼可是赤狐族大汉以来唯一桩，就这么被你坏了事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你这娃娃通体灵气，想必吃起来是大补，用你替代聘鸡，想必我的婚事会更加顺。全宝猛啊，好坏一只狐狸，本宝宝认真跟你谈赔偿。转射本宝宝。大胆！本宝宝是天境第999公主，小小狐妖已敢放肆，我承袭你！全宝炸毛了，奶凶的狐狸小脚踩在红狐狸的脑袋上，刚一碰到红狐狸的脑袋，小奶娃就愣住，发现了他的端倪。好呀，你这只坏狐狸，原来只是开了灵智，能鹦鹉学舌，压根没有一点灵力，就这还敢自称狐仙，看我不揍你！全宝气恼之下，直接把这狐假虎威、薄无灵力的红狐狸趴在了地上。小狐狸，感染你小姑奶奶，就要做好挨揍的心理准备哦。他们赤狐一族只吃鸡不吃人，他就嘴贱了。小狐狸红悟道面露绝望，3天后就是他和芊芊成婚的日子了。拿来吧。拿什么？你们几只丑狐狸猎到的野鸡呀！我打赢你了，谁的拳头大谁说话。现在我命令你把猎到的野鸡给我，就当是你这只笨狐狸的赎金了。哼！这是我娶媳妇用的聘鸡，凭什么给你？你这人类小娃娃是来打劫的吧？笨狐狸，你说话好难听。先不说你是我的手下败将，只说这山里面的一位本来就是我的，我只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罢了，不是打劫哦。你说这山里的野味是你的，就是你的，我还说是我的呢。这野鸡又没写你名字。笨狐狸，你终于聪明一回了。我问你，这个山叫什么山？清泉山。山下的村子叫什么村？清泉村。那不就对了，清泉山、清泉村都是以我名字命名的，四舍五入，这座山是属于我的，野鸡也属于我，是写了我名字的。他凡事的名字叫做苏清泉，这座山肯定是天帝爸爸送给他的礼物。歪理，没了鸡，芊芊肯定不愿意嫁给我，要打光棍娶不上媳妇了，天理何在呀？全宝忽然想起来狐仙说的话。对啦，刚刚听你说这几只野鸡是你的聘礼，你要成亲啦？啥时候？天道法则对狐族是有偏爱的，狐狸嫁娶，晴天下雨，只要是开了灵智的狐狸成婚，天道都会降下太阳雨福泽大地。或许红悟道和芊芊的婚事，恰好就是解决清泉村旱灾的关键。关你啥事？又不请你吃席。好啦好啦，别生气，谁让你刚刚要吃掉我，还下晕了我大锅锅味锅锅，要不咱们扯平吧？全宝摸摸小狐狸的肚皮，神你年的扯平，把本狐仙打成这样还想扯平？等着吧，有朝一日本狐仙要把你这人类小奶娃涮着吃。本大仙3天后成婚，到时候席上有野鸡，有獐子狍子，有竹鼠，有野兔，要啥有啥，但跟你这人类小奶娃无关，你吃不到，馋死你个小娃娃！本大仙就不信你不流口水。小狐狐，你能不能把婚期提前一些，明天就成亲好不好？你们狐狸结婚，天道会下雨为你们赐福，再不下雨，山下的百姓就要撑不住了。如今能给百姓带来希望的，或许就是红悟道和他未过门的媳妇儿了。红悟道晓得狐族嫁娶就会下雨，但饶是再不……当然不可以，婚期都是狐族大长老定下的，哪能为了人类改变？该死的人类收成好的时候，可没少猎杀我们族群，去做美丽的皮草。凭这一点，人类就该死绝。更何况本大仙和芊芊初通灵智，成婚时就算天道会降下太阳雨，以我们2个的灵力，顶多也只是下半个时辰毛毛雨，对现在的荒年时局来说根本不起作用。灵力高下的雨就多，灵力低下的雨就少吗？哼，对，这个好简单，我给你多喝一些本命泉水就好了。话刚说完，不等红悟道深思本命灵泉是什么，小丫头直接就把手指插进了他的嘴巴里面。死丫头，你洗手没有？本大爷是狐仙，岂容你个人类小奶娃如此亵渎？忽然只觉得经络里面似乎有清泉涤荡，凉意过处，巨噬灵力暴涨。这小丫头身上果然有秘密。
好了哦，太多零钱对你没有好处，这样就够了。全宝从空间里拿出一个小瓷瓶，这是给狐狸姐姐的，回去之后让她也把灵力提升起来。你们明天正午成亲，想必老天爷会多下一些雨的。红雾道感受着体内磅礴澎湃的灵力，忽然觉得这人类小娃娃有那么一点点讨喜。算了，看在小奶娃帮我提升灵力的份上，就不和你作对了。反正有这样神通的小娃娃，本狐仙大人也打不过。红雾道得了全宝赐予的灵泉，又提升了灵力，生怕全宝反悔似的，麻溜跑了。全宝想办法弄醒苏青云和苏青阳。野兽来了，妹妹咱们快跑！全宝掩着嘴偷笑，打算隐瞒红雾道的事情。大蝈蝈，你说什么呀？哪有野兽？小丫头指了指地上捆成一团的野鸡，从灌木丛窜出来的，是这几只野鸡哦。不过大蝈蝈、魏蝈蝈，你们被吓晕之后，他们蹦太高，摔下来的时候瘸了腿，我就把他们绑起来了。大蝈蝈，我厉不厉害呀？苏青云惊魂未定地望向那几只野鸡。从灌木丛里跳出来，将我和杨洋吓晕的是几只野鸡？对呀，野鸡好肥好大只，都在这儿了。苏青云还是有些怀疑，他分明记得一道细长赤红的影子。大蝈蝈，请你原谅我善意的谎言，作为补偿，今晚全宝的鸡腿让给你了。大狗哥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快下山吧。匆匆忙忙往山下赶，生怕再出什么意外。突然传来猛喊声：“蝈蝈，我们为什么要躲着走啊？你忘了阿爹阿娘教过我们的，做人要低调。我们有4只野鸡，任谁看了都眼红。要是被人看了去，咱家今晚就没肉吃了。你不害怕吗？”害怕，这凡人小日子过得太憋屈了，吃烤肉都不能光明正大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野鸡抓了糖似的，拼命呼着。上官伯伯，我想吃烤鸡了。队伍里那辆华贵马车里，突然响起了少年有些倨傲的声。全宝3兄妹中，就还是被发现了。几位小友不用藏了，出来吧。我发现转转最近配合国补发放了大额回收补贴，我那台苹果电脑叫转转上门回收，还卖了5200多。他家现在回收品类很多，像耳机和手表这种智能穿戴、平板、笔记本之类的数码产品，转转都能回收。总之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。几位小友不用藏了，出来吧。我们不是坏人。3人唯唯诺诺了出去。坏人又不会在脸上写坏人2个字，你说不是坏人就不是呀，本宝宝不信。哈哈哈，你这小娃娃倒是有意思，寻常人见到这阵仗，吓得魂都没了。你倒好，还有心思贫嘴，不怕叔叔一刀剁了你。我家妹妹年纪小，不懂事，还请贵人老爷莫要计较。我们兄妹愿意把猎到的野鸡全部给您。我看你妹妹这话是故意说的，倒不像是无心之言。像她这样漂亮有神的眼睛，叔叔还是头一次见。上官乾坤勾唇，见自己越说苏青云越紧张。小兄弟，我家主子路途辛苦，想吃点荤，不知可否割爱？放心，不抢你的，给银子。兄弟俩松了口气。一只野鸡你能给多少钱啊？便宜了我不卖哦。这野鸡是我和蝈蝈结11岁才抓到的，不想贱卖。小丫头奶呼呼，有些不清楚的咬字，实在让上官乾坤无语。抓个野鸡怎么还9死1生了？这钱囊里有多少银子都拿去，你们兄妹商量一下，凭里面的钱目，看看能给我多少只野鸡，行吧？那叔叔，你先将钱袋丢下来，我和蝈蝈看过再说，你不要靠近哦，靠近我们就会跑。上官乾坤心想这小丫头倒是防心重，将钱袋丢到了他们的脚边。蝈蝈，好多钱哦，我们给他2只野鸡好不好？钱袋里有30-40两，够穷苦人家起房子了。2只野鸡着实有点黑心。阿娘教过我们的，无功不受禄，都忘了。这钱咱们找不开，叔叔，这些钱太多了，造价买卖的话，我们兄妹没有钱，找不开。你们一个车队想必有不少粮食吧？能否请您用米粮来换咱们兄妹手里的野鸡呢？实不相瞒，城里的米粮商一个个紧着粮食不肯放仓，价格又一日该一日的往上涨，我们买不起也买不到粮食。上官叔叔何必跟这些下等人费口舌，直接将野鸡抢过来就好。小主子，您忘记出来之前毕家主是怎么交代的了？你开价吧，多少金米换1只鸡？全宝也没做过这样的生意啊，也拿不准一个定数，于是就给了一根手指。苏青云会意，1斤米换1只鸡。全宝瞪大眼睛，笨蝈蝈，本宝宝说的是10斤啦，10斤。来人，盛1袋粮食出来。称够30分后，苏清扬把3只野鸡交给对方，站在路边给上官乾坤的队伍让道，经过全宝身边的手。好漂亮的小哥哥，跟天地巴巴的玉玺似的，粉雕一琢，通身气度不像是一般人家能养出来的。怎么会来清泉村这种鸟不拉屎、众妈妈死的地方呢？蠢丫头，笑什么笑？丑的人眼睛疼。小奶娃伯不犹豫捡起地上的石头，朝着急刹的马车砸了过去。
直接砸在了他额头。来人，把这个丑丫头给我抓起来，吊在树上鞭打。就鸡骨架，我推荐转转。为了后续不影响各位观众老爷的观感，小编先在这里糊个口。本期视频是由 Soul App 独家赞助，把 Soul App 当做你的树洞吧。那些说不出口的疲惫和委屈，都会被 Soul 上温暖的回应接住。Soul 会帮你找到跟你经历相似、感受相通的人。你发的每一条瞬间，都可能得到懂你的暖心回复。想要心事都得到回应，那我推荐 Soul 红主。婆婆快跑，坏人来喽！三兄妹跑进了小路，避开村民们，抱着野鸡和粮食一路回了家。阿娘，我们回来了，你看我和姑姑抓到了什么？元宝把野鸡高高的举起来，却发现野鸡脖子吊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咽气了。这哪来的？把他们上山掏鸟蛋，结果发现受伤野鸡以及遇到上官乾坤交换粮食的事情说了一遍。这是我们跟贵人换的粮食，阿娘您收好，别让老宅摸了去。看来老天爷还是眷顾咱们家的，这里面的粮食至少有30斤，省着点，咱们家至少能吃1整个月，这样你阿爹就不用去深山打猎了。全宝还没来得及附和，忽然察觉到武映雪的不对劲，歪着脑袋看了眼。阿娘，爹爹是不是出事来了？您怎么哭了？什么？阿爹怎样了？阿娘您快说啊！都怪我们没用，要是我们能有本事一些，阿爹就不用去打猎了。武映雪知道孩子们误会了，你们阿爹没有出事，今日你新五叔来家找你爹，但你爹上山打猎了，不在家，说他们组织了一帮人，打算背井离乡去逃荒，咱们家和老宅那边分了断了，就问咱们要不要逃，明天一早去村口枯树下集合，一道出发，逃荒去别地或许能活命，留在清泉村没水没粮没家族帮衬，迟早会饿死。阿娘，我们不逃荒，绝对不能逃荒，明天中午就会下雨了，下好大好大的雨，到时候河里会有小鱼小虾，山上也会长出好多好多野菜，我们就不会饿肚子了，所以绝对不能逃荒哦。武映雪沉默。阿娘，我们不要逃荒，阿爹肯定不乐意的。阿娘，咱们家有吃的，真不用逃荒。凭空放在家门口的那些糙米粗粮，加上今日的大米，顶多吃1个多月。可若不逃荒，过了这1个多月，他们家又该咋办？这事儿等我和你阿爹慢慢商量吧，你们小孩子莫要操心这些了。阿娘去把这只鸡煮了，给你们弄肉吃。为了后续不影响各位观众老爷的观感，小编先在这里糊个口。本期视频是由 Soul App 独家赞助，把 Soul App 当做你的树洞吧。那些说不出口的疲惫和委屈，都会被 Soul 上温暖的回应接住。Soul 会帮你找到跟你经历相似、感受相通的人。你发的每一条瞬间，都可能得到懂你的暖心回复。想要心事都得到回应，那我推荐 Soul。太好了，今晚我们有肉吃了。阿娘阿爹吃腿腿，大蝈蝈喂蝈蝈吃翅膀膀，我吃鸡屁股。晚上苏毅回来，映雪哪来的油？是鸡油。武映雪大概说了3个孩子在山上遇到的事情，把苏兴武带来的消息说了一遍。逃荒不去，死在逃荒路上的人10之8九，一天有7、8个时辰都得赶路。咱们2个大人就算了，孩子呢？没饿死就先累死了。不去就不去，说什么丧气话，死不死的，不吉利。我也想过了，咱家现在有粮食，没必要去逃荒。而且咱闺女说了，明天就会下雨，到时候情况肯定会好一些。你上山打猎，我多做点绣品，再买2亩地，咱一家5口的嚼用是够了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武映雪很在意全宝下午说的那番话。什么？咱闺女说明天会下雨？好闺女，你告诉阿爹为什么会这样说啊？全宝傻了3年半，怕是连下雨是什么都不懂吧？好端端的怎么可能说会下雨？不为什么呀，总之就是会下雨的，下好大好大的雨。哎呀，阿爹，您待会吃完饭记得去通知村里的叔叔伯伯们，让他们检查好家里的门窗屋顶哦，不然明天下雨要他就麻烦了。好，阿爹知道了，吃完饭就去找村长，让他把这事传下去。好的，不过我阿爹可要早点回来哦，咱们家的房子也要修一修，不然明天下雨他的就是我们家了。吃过饭后去了村长家。一哥，你来干什么？是有小平丫头的消息了。山里没小平丫头的踪迹，叔，我上山遇到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成山的蚂蚁都在搬家，我怀疑明天要下雨了，而且来势不小，可能会出事，所以希望您能挨家挨户通知一遍，让村里人检查自己的屋顶。他其实想说这些话是全宝讲的，顺便告诉全村人自家闺女不傻了，是个机灵敏捷的好孩子，但突然又觉得这样做对全宝的名声不好。若下雨了，大家会觉得他是个神神叨叨的孩子，不断过来打扰他。若不自家闺女少不了要担一个妖言惑众、爱撒谎的臭名，干脆就随便找了个借口。下大雨，艳阳高照的，晒死条人命，怎么可能下雨？你小子该不会是闲着没事干，故意拿我开涮吧？这种时候大家伙都在饿肚子，让别人爬上爬下来，就弄得更饿了。若下雨了还好，没下雨的话，旁人得怨死。村长叔，我也没这么闲，没必要特地过来拿这种事情说笑。我是说真的，不信你去找找看有没有蚂蚁搬家。反正我家今晚连夜修房子，其他人修不修与我无关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，照不照做就是村里面人的事。如果真发生了暴雨塌房的事，压死人也与我没干系。村长叔，映雪和孩子在家等我，先。